哟，我来了，欢迎来到投机实验室。前些天，国外发生了一件大事，在交易市场上赚到过1500万美元的男人欧马尔·阿什拉夫，诚实地透露了他作为超短线交易员获得高额收益的关键细节和经常能使他盈利的交易系统。研究了3遍他所有的内容之后，我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日内交易的真相啊！这些经验在过去帮他赚了很多钱，相信之后也会对各位的钱包产生很大的帮助。这期节目值得所有交易员反复观看。现在检查一下是否点击了订阅按钮，以免错过更加有利可图的交易内容。欧马尔交易的流程非常固定，一般分为5个步骤，我们完全可以复制过来作为己用。第一个步骤是交易前的准备，首先我们应该有一个具体且现实的目标。欧马尔发现，包括他在内的很多交易员总喜欢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比如你自己本来只有$1000，年底目标却是账户翻到1000万；比如你每笔交易的止损只想付出1U，却每次都设置1000U的止盈幅度；再比如你总是喜欢买容易归零的山寨币种，却幻想价值投资到第2个比特币。等等，这些都是很不切合实际的目标和想法，它们会影响到你每一笔交易，让你做出非常离谱的交易决策。正确的方式是应该定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比如通过优化交易策略提高胜率，或者改善每笔交易风险回报的比例，再或者能像退学炒股一样，在交易初期就能靠交易的利润维持生活开销。这些实际的目标才能真正的帮你保持正确的交易心态，对你日常交易中的操作产生正面影响。有了一个阶段的目标后，每天交易前的例行程序就是培养纪律和实现目标的第一步。这可以帮助我们定下每个交易日整天的基调，以正确的心态去应对市场。有些人喜欢以晨跑开始新的一天，还有些人喜欢花时间看看经济数据或者新闻消息等等，这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习惯。有规律的生活能减少市场波动对我们情绪的影响，稳定的交易历程能让交易的心态也变得稳定。第2个步骤是交易开始前最好要发个誓言，相当于销售人员每天早上给自己打鸡血抽耳光一样。这是一种备受争议，但是却很有效的给自己洗脑的做法。誓言本质上是一种加强对目标和计划执行承诺的一种方式，可以提醒你这一天都不能偏离交易计划。时间久了，你就会对止盈止损越来越坚定。现在就把你的毒誓写下来，放在你随时能看到的地方。前2个步骤都与情绪相关，人们不能消除自己的情绪，但可以管理它。能否长期实现盈利，心理因素可能会占了90%。第3个步骤是设定清晰的交易计划并坚决执行。欧马尔说，作为一名合格的交易员，不应该去预测行情，他的任务是根据价格的行为做出反应。很明显，他是一位价格行为交易员。分析过他全部的交易视频后发现，他经常选择在关键区域进行突破或者波段操作，也就是在支撑阻力位和供给需求区域附近交易。他会提前分析出大级别周期的关键位置，并在图表中标注出来，然后在开始交易之前观察价格在哪个区间内波动，当价格接近他设定的关键区域时准备交易。交易前会计划好在什么时机进场，在哪里设置止损，不仅不容易被打到，还能在走势不如预期时限制损失。止盈的位置设在哪里，大概率会成交，有没有增长的空间，防止提早获利了结，价格反转后又该如何操作等等。有这样一个交易计划的剧本是非常有必要的。以这笔亚马逊的空单为例，沃马尔在1分钟图表观察到价格从127反弹到了130附近的大周期供应区位置，并没有放量突破的迹象。他认为现在价格已经上涨疲软，于是准备在供应区附近设置空单。如果价格突破130.5，他就会止损。止盈设置在下方的顶底转换结构位，也就是128.8附近。可以看到，这笔订单的走势如预期下跌。当价格到达128.8附近的止盈位后出场。有人会说，如果不止盈，后面的盈利空间更大。但是欧马尔从来只吃确定性高的一段走势，这也是他能稳定盈利的关键。他是超短线高杠杆选手，贪婪和恐惧都是他必须要克服的。第4个步骤是设置仓位的规模与风险的范围，这个步骤非常重要。同样盈利100万美元的交易员拜恩斯也这样认为。他说自己每笔交易的风险是1000美元，从来也不会把它提高或降低。虽然他的净资产已经达到了数百万。有很多人会问他为什么不提高仓位
或扩大风险回报比。他说他绝对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冒着$1000的风险去赚$2000，就不会因为亏损而感到不安。这些亏损额度不会触动他的情绪，这是他保持交易状态很重要的一点。他的建议是，当你选择一个你不会在意的仓位规模与风险范围时，你的交易状态才是最好的。第5个步骤是记录和复盘交易。持续的优化改进交易方式可以帮助自己稳步提高交易水平。这个过程比较繁琐，需要经常复盘图表和分析自己以往做过的交易。欧马尔赚到的$1500万，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于近几年，前期的盈利可能只能占到10%到20%。交易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以交易为生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退神说过，有的人交易之余喜欢打发时间，有的人却在利用这段时间不断提高。人与人的差距就是这样慢慢加大的。有人10多年的交易经验可能都不及别人2年的水平。尽管各种经济金融交易知识很枯燥，尽管记录每笔交易、复盘市场走势很辛苦，你要去思考与时俱进，要去求教指点迷津，才能从其他交易员的钱包里拿走利润。好了，记得点赞收藏，再检查一下订阅按钮。祝你早安、晚安、晚安，拜拜。